在当今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我的一个朋友也曾梦想着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他渴望成为一个创业者，心中满是对未来的美好幻想。然而，梦想的路途并非坦途。由于他手头拮据，没有足够的金钱来支持他的企业，资源短缺，难以获得必须的材料或人才，而且他缺乏那个能够撼动市场的创新点子。最终，无独有偶，他的创业之旅以失败告终。创业看似光鲜，实则荆棘丛生。那么，究竟一个刚踏出首步的创业者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真正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到底创新之路是否就如攀登珠穆朗玛峰那般高不可攀？是否有人能在这个复杂世界中不借一分钱，不靠现成资源和点子中脱颖而出？这一切的答案可能就隐藏在彼得蒂尔的经典之作《从零到一》之中。在这本书中，他不仅分享了他对创新的深刻见解，还展示了如何在一个看似已经饱和的世界里找到新的价值创造空间。创新不是单纯的一时灵感，它要求对现状的不满足，对未来的大胆设想，还有不畏艰难的奋斗过程。了解了上一个故事之后，让我们深入了解能够为创业者提供指导灯塔的一本著作《从零到一》。这本书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在于他对创新和创业的深刻解读，还因为他背后那位声名显赫的作者彼得蒂尔。彼得蒂尔不是一个平凡的企业家，他是在线支付巨头 PayPal 的创始人之一，用他的智慧和洞见，将一个简单的想法发展成了今天我们熟知的全球支付平台。不仅如此，他还是风投公司 Founders Fund 的幕后推手，致力于为具有颠覆性创新的初创公司提供资金支持。他的成功旅程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变革和商业模式的重塑。在这本书中，蒂尔结合了他在科技和投资界的丰富经验，娓娓道来他对启动和经营高增长企业的独到见解。书中，他以直接而又易懂的语言披露了创业与创新的种种奥秘。不仅是创业者，任何渴望了解未来商业格局和创新动力的读者都可从这本书中获得启示。彼得蒂尔以他的经历证明了创业之道并非遥不可及，而从零到一则可能是实现那个梦想的起点。在探索创新之旅中，理解两种进步的本质非常重要，它们是水平进步和垂直进步。水平进步就像走一步熟悉的路，它指的是我们取一件已经存在的东西，然后复制或者稍加改进。就像从一台打字机制造出多台打字机，这种改进确实能够带来增长，但增长的空间是有上限的，因为最终无论你复制多少台打字机，它们依旧是打字机。这种进步全球各地随处可见，作者称之为从一到 N。而垂直进步则不同，它所追求的是质的飞跃，这是从零开始创造出全新未曾见过的产品或服务的过程。在垂直进步中，创新者不是在既有的游戏里做更好的复制，而是在创造全新的游戏。例如，若你从一台打字机发展到第一台电脑，这就是垂直进步，因为你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东西，开启了无限的可能性。作者称之为从零到一。为什么我们说垂直进步具有更大的价值？举一个熟悉的例子，就是苹果公司如何通过其 iPhone 彻底改变了手机行业。在 iPhone 出现之前，市面上充斥着各种功能手机，这些产品在某种程度上都相似，即使有所创新，也仅限于在现有设计的框架内做出改进。但 iPhone 的推出引发了一场革命，集成了触屏、互联网浏览、音乐播放器等多功能于一身。它不仅是提升了用户体验，也开辟了智能手机的新时代。这是典型的垂直进步，为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与设计，激发出巨大的市场和创新动力。垂直进步对个人来说意味着能跳出传统思维限制，实现超凡脱俗的创造。对企业而言，这样的进步可以打破行业平衡，建立起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创新不仅是文明进步的驱动力，更是推动科技发展的核心动力。从打印机到电脑，从功能手机到智能手机，
它们都是突破性创新的生动写照，是从零到一的实证。而彼得蒂尔在《从零到一》中，通过这样的论断，启迪我们重新思考创新与发展，向我们展示了创造新游戏规则的无限潜能。继续深入探索从零到一的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垂直进步之所以重要，其实涵盖了从个体到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对一个人来说，勇于突破框架，敢于尝试前人未曾尝试过的事物，这才是开启非凡成就的钥匙。当一个人创造了原本不存在的产品或服务时，他不仅证明了自身的创造力，更是展现了引领未来的能力。从公司的角度来看，不断创新不仅是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更是保持领先地位的关键。市场总是在变化，顾客需求也在进化，唯有那些能够预见变化并积极应对的企业，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脱颖而出。正如苹果公司通过一系列的创新，包括但不限于 iPhone， 成功从一个电子产品制造商成长为一个标志性的品牌，即体现个性化与创新于一身。再将视野拓宽到整个社会，垂直进步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毕竟，创新是推动科技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动力。每一项技术革新不仅能开辟新的工业领域和市场机会，更能促进社会效率的提升，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比如，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就彻底改变了我们获取信息、相互交流和处理日常事务的方式。垂直进步是一种冒险，它要求我们冲破旧有条条框框，敢于行走在未知的道路上。它不仅是个人成就的象征，更是企业持续成长的动力，是社会实现长期繁荣的基石。在不断进步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尊重那些敢于创新、勇于冒险的前行者们，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才让我们所有人能共享更美好、更聪明的未来。如果我们将视线放回到个体企业家和他们的新创事业上，那么从小处着手，逐步壮大，这一战略的智慧就显而易见了。刚起步时，资源总是有限的，这时将有限的资源和精力集中在一个小的市场范围内，专注于在这个领域打造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决策。通过这种方式，企业能够建立起强大的基础，为未来的增长和扩张打下坚实的基石。这个理念背后的原则很简单，在小池塘里做大鱼，在慢慢地游向更宽广的海洋。譬如 PayPal 在刚开始的时候就专注于在线支付市场的一个小细分市场 eBay 上的交易，它并没有试图成为银行业务的全面解决方案，而是选择了一个相对较小却需求旺盛的市场入口点。这允许 PayPal 集中精力满足这些用户的具体需求，从而迅速建立其服务的价值和品牌忠诚度。一旦在这个小领域内占据了垄断地位， PayPal 便开始逐渐拓展，最终成为现在我们所认知的全球性在线支付平台。而亚马逊的故事亦是如此，一家起初只是在网上销售书籍的小型书店，如今已经变身为一个涵盖广泛商品和服务的电商巨头。从书本延展到音乐、家庭电器，再到云服务，亚马逊通过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在更多的领域里实现垄断。这种战略不断提升了它的市场力量。这条渐进式扩张的道路，清晰地说明了一个实际的商业准则：非常精细的了解和主宰一个小市场，能够带来强大的市场影响力和无可比拟的品牌价值。从 PayPal 到亚马逊，这些故事都验证了 Start Small 这个策略的效用。开局小可以让业务更加专注和精细，一旦建立了起始点的成功，便可以按照既定的足迹，稳步向前扩大市场版图。对于那些怀抱宏伟梦想的创业者们来说，从一个确切而小的市场起步，可能正是实现其远大目标的最佳路径。在掌握了 Start Small 的艺术之后，创业者们的下一个任务是要实现 Grow Big， 也就是在初期建立起来的坚实基础上实现长期和可持续的增长。在这个阶段，企业需要展望更远大的目标，同时确保每一步扩张都建立在已有的领先优势之上。一旦企业在一个小市场上取得了垄断地位，便拥有了扩张的跳板。就像亚马逊一步步扩大其业务线，
从图书销售到电子产品，再到云计算服务，亚马逊通过不断向相关领域拓展、加固并扩大了自己的市场版图。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不仅增加了自身的产品线，还需要不断的创新和提升服务质量，确保每一件产品、每项服务都能符合甚至超越市场的期待，这样才能维持并加深其护城河。此外，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规模效应也开始发挥作用。这个良性循环意味着，随着用户基数的增加，企业的单位成本会逐步降低，市场影响力和品牌认知度也会不断提升，从而带来更多的客户和更高的市场份额。拿 PayPal 来说，它在 eBay 上的成功让其迅速获得了大量的用户。当这些用户在其他场合也开始使用 PayPal 服务时， PayPal 逐渐占据了更为广泛的在线支付市场。总的来说，长期增长的关键在于不断提升现有的垄断地位，持续创新和优化产品服务，将成熟的业务向更宽广的市场拓展。这样的增长不仅是量的扩张，更是质的飞跃。对于那些致力于在各自领域长期保持领先地位的企业而言，这一策略不仅是一种盈利手段，更是一种商业哲学，引领他们从小到大，从优秀走向卓越。追根溯源， Start Small 和 Grow Big 的战略要点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都与另一个关键的概念紧密相连，那就是发现并利用秘密。在商业的语境中，秘密并非是某种需要被掩盖的信息，而是指那些广为人忽视或者被严重低估的市场机会。它是一种潜伏于表象之下的隐形宝藏，既有巨大的潜力，又等待有眼光的人去挖掘。让我们以 PayPal 的创办人为例，他们就是在早期互联网金融服务领域中发现了一个秘密。这个领域虽然存在着巨大的潜能，但以往的企业未能深入理解或成功利用它。创办人利用这个洞察，开创了在线安全支付的新时代。即便在面对多方竞争和质疑的情况下，他们信念坚定，聚焦于这片被忽视的疆域，最终改变了全球电子商务的面貌。再来看看其他企业，如 Google 在搜索引擎领域就是发现并把握了这样一个秘密。在 Google 之前，市场上已经有不少搜索引擎，但它们要么功能不完善，要么充斥着广告，用户体验并不理想。Google 通过其精确和简洁的页面设计，以及独创的 PageRank 算法，向世界展示了搜索引擎的真正潜能，彻底改变了信息检索的方式。通常，这样的秘密并不会呈现在显而易见的表层，它要求创业者具备深刻的市场洞察力和对细节严谨的观察力。在任何一个行业，那些视而不见的机遇都可能是通向成功的关键。重要的是要敢于挑战常规，不断质疑现状，并且拥有去验证和实现自己想法的勇气和毅力。把握了这个秘密，不仅能确保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站稳脚跟，还可能因此塑造出全新的市场空间。就像那些历史上著名的创新者和改革家一样，凭借他们对秘密的发掘和应用，不断刷新我们对可能和不可能的界限，开启了一个又一个人类发展的全新篇章。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创业者们要如何更好地发现和利用这些秘密呢？其实，首要的是要跳出思维定式，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固定的思维模式下，人们往往会沿袭既定的观点和做法，忽视了那些似乎不合常理但又充满巨大潜力的商业机会。保持好奇心和开放性，对所有可能性保持一份敏感，这往往能帮助我们揭示并把握住那些价值巨大但被广泛忽视的机遇。例如，互联网初创时期，许多人对其商业潜力并不看好，但正是这种低估为谷歌、亚马逊这些后来的行业巨头的崛起提供了机会。他们通过洞悉大趋势下的细分机会，并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敏锐的投资和创新，最终取得了成功。正因为他们能够跳出当时的思维定式，他们才能发现并走在了时代的前沿。接下来，一个重要的步骤是要勇于实践，即便是面临挫折和失败的可能。在现实中，许多改变世界的想法在一开始都不被看好，甚至被嘲笑。但那些坚持自己独到见解的创业者们，如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正是他们永不放弃的精神，
最终将他们的秘密转变为改变世界的产品和服务。综上所述，发现并利用秘密是一个富有挑战的过程，它需要我们保持清晰独立的思考，对环境敏锐的观察，以及对实践的坚持不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日新月异的商业世界中把握住那些能够引领变革的隐秘机会，并将其转化为成功的可能。在商业世界内，追求垄断和沉浸在竞争激烈的红海市场之间，是创业者常面临的两条道路。垄断在商务领域的含义，并不涉及剥削或不正当行为，而是指在一个特定市场上获得显著的领导地位。至于竞争红海，则是指在充满对抗的成熟市场中争取生存。实际上，追求垄断的企业能够享受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以较低的成本提供产品或服务，同时也能维持较高的利润率。例如，谷歌在搜索引擎方面几乎无人能敌，其垄断地位让它能够通过广告获取巨额收入，同时也为其在其他领域，比如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的创新提供资金支持。而那些在红海市场上竞争的公司，常常会发现，尽管市场大，但因为竞争对手众多，利润率通常较低，发展空间受到极大限制。拼命争夺市场份额，往往耗费巨大，然而回报却是微薄的。这就像无尽的价格战，最终可能导致行业内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健康成长。对创新者而言，垄断的意义更在于其为持续创新提供的庇护。当企业不必太担心即刻被对手超越时，他们便有更大的空间和资源进行长远的计划和研发投资。在这种状况下，垄断地位不仅促进了技术进步，也可能导致整个产业的革新。就拿亚马逊来说，它在线零售的垄断地位使其能够不断试验新的物流技术、消费者服务和云计算服务，进一步巩固其市场地位。此外，垄断企业还往往能享有赢家通吃的效应。随着市场控制权的增强，他们的收益往往会以指数级速度增长。所以，创业者通常更偏好于创建并发展一个垄断型企业，而不是在备受挑战的环境中寻求微薄的利益。通过有效管理和不断创新，一家垄断性企业不仅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还能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技术革新的重要力量。在谋求垄断的进程中，创新是推动企业走向市场领导地位的关键引擎。一个企业若要建立起合法的垄断地位，就需要在其核心技术或服务上具备无可匹敌的优势。这通常意味着通过专利保护、商标和版权等法律机制来构筑坚固的技术壁垒，从而使竞争对手难以复制其核心竞争力。拿苹果公司来说，它通过对创新设计的专利以及独树一帜的操作系统，构建了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同样，英特尔在微处理器方面的创新，以及它那些被严密专利保护的技术，都成就了它在半导体领域的独特地位。同时，企业也必须不停地推陈出新，始终引领行业的发展趋势。这意味着，即便是在达到市场领导地位后，一个垄断性企业也不能停止创新。反之，它应通过不断的产品创新和服务改善来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例如，亚马逊不断扩展其产品线，并进入云计算服务领域，无疑增强了其在电子商务外的市场力量。因此，通过创新建立垄断，并不是为了制造市场的不公平竞争，而是为了激励企业持续创新，推动整个产业的进步。历史上许多革命性的产品和服务都是在这样的垄断性创新中诞生的。这样的创新能够激发出更多的改进和更高级别的技术革新，从而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也为社会的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垄断在这里不是企业赖以逃避竞争的手段，而是他们保持竞争力和市场领导地位的重要途径。细究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垄断不是市场的敌人，而是通过创新建立的垄断才是商业发展的真正动力。所谓的垄断，在这里是指在特定领域做到最好，成为市场的引领者，并非妨碍公平竞争的存在。企业通过持续创新保持其领先地位，激发行业发展，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这是垄断带来的正面影响。将这些商业思想应用到个人发展领域，能产生怎样的效果？很明显，个人也可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努力成为垄断者。这意味着通过不断学习和创新，培养独特的技能和知识，使自己在行业内无可替代。就像企业通过建立技术壁垒来保护其市场地位一样，个人也可以通过积累独特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来建立自己的竞争壁垒。因此，鼓励每一位读者都应该在个人层面上勇于创新，追求突破和卓越。无论是你选择创业，还是在现有职位上提升自己的能力，都应该持续发展那些能让自己在市场中独树一帜的特质。正是这样的不断探索和优化，才是通往个人和职业成功的不二法门。